看一下刚才的这个投票的结果，有8%的人认为改革仍在继续，26%的人认为中国的改革遭遇困难，开始放缓，46%的人认为改革已经部分终结，37%的人认为改革已经完全终结，走向倒退。好，那我就分享到这里。我简单的讲，邓小平时代的所谓的改革开放，我认为是终结，不可能继续。他那个邓的改革开放有什么特征？一个是说低调的国际的姿态，就是说你不要跟美国挑战。第二，让这样的话，让美国打开它的市场。第二，文化意识形态比较开放，可以享受一些国外的一些价值观。呃呃第三，我们也谈到是低价劳力为基础，做这个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这个不可能。现在，如果习近平要这样做的话，他没有办法做，因为西方不允许他这样做。但是西不要这样做，因为汤彪刚才提到的道理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会影响共产党的政治的稳定。所以，我认为西不会继续搞邓小平的这个性质的改革开放，但是他可以，这个不意味着他会不改革，因为西要改革，他要做怎么样的改革，我们很难。我们可以说，他要改革，按照他已经统治的10年的经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改革的方向，一个是要改革中国的打仗的能力。这个改革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而且不简单的、不容易做的一个改革。另外，他的改革是这个所谓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还在，但是那个国家调节市场的这个部分比较强，因为习近平不信任企业家，他认为国家更可靠，国家的领导，国家的引导或者领导更可靠，所以他大概要强化国家对于经济的控制的能力，另外要改革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统一内部的就是一句一句的听他的话的那个那个方法，就是他要自己控制更多的，自己能够指导一切，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改革。那开放的话，他还要利用全球经济的资源等等来强化中国的经济，但他也要发展国内的市场，这个也不容易，这个是一种改革。他就是说，在开放的方面，他不要更开放，但是他也不要关闭中国。有几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就是他谈到共同富裕，那包括习近平，最近一些年也经常会提到共同富裕，那我们可以联想到邓小平时代，邓小平说知名的口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那当然，共产党它的官方意识形态是这个共产主义一个极端的平等状态。那它大概有这样一个共同富裕的一个意识形态的本能或者意识形态的要求。但是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
这个权贵阶层，他们在攫取整个社会绝大多数财富。那这个和这个改革开放的关系，也就是说我想我理解他的问题是问，中国共产党所说的共同富裕，到底意味着什么东西？那这个 social prosperity 这个社会的繁荣是不是中共的一个在中共的意识日程里，或者说是在这个改革最初的计划里？共同富裕听起来是一个意思是再分配，就是说这个富裕的人的一部分钱要拿掉，要给那个贫困的人再分配。听起来这个是不是他的意思？或者是说你有钱的人让他们保留他们的钱，但是要发展的这个社会底层人的收入？总的来讲，应该的意思是那个基尼系数要缩小，但是怎么做的话，有很多方法，我们不知道，还不知道，习近平会采取一个什么方？一个方法是，收税制度，就是说你提高那个像很富有的企业的税，或者有钱的人的税率。把他们的钱拿掉，用在底层社会里，比方说社会福利制度，中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在 under construction，right？他们在建筑过程当中，还要发展，包括退休金，包括所谓的低保，包括那个健康保险等等，这个可以发展，或者是用一些办法让劳力的价钱提高，或者让一些农村的产品的卖价提高，我们都不知道。但这个跟 dual circulation 循环dual circulation 叫做什么中文的？不知道双重双向循环。双向循环。是习近平的一个口号，这个意思好像是说又要技术出口，依靠国际市场，又要发展国内市场。那么怎么发展国内市场？是把更多的钱放在这个一般的人民的口袋里面，让他们买更多的东西。但是你如果把钱放到老百姓的口袋里面的话，他们会买更多的东西吗？或者会save，you know，保留更多的钱，为了他们的年老的时代，我们都不知道。所以总的来讲，共同富裕是一个很好听的一个口号，但是怎么落实它，我不清楚。对，对，dual circulation 就是双循环发展战略。那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中国它号称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但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它逐渐已经确立了一个就是权贵资本主义，或者叫这个就是市场极权主义。那这种东西已经完全背离了社会主义的初衷啊。是这个简单的说法是，社会主义更加强调平等，而这个资本主义更加强调市场，强调这个效率啊等等。那社会主义就是它要求更多的再分配，要求更多的社会福利。但是从现实来看啊，中国的这个福利它是远远的低于资本主义国家啊。不但比北欧国家、欧洲国家要差很多，甚至比香港、比美国这样更强调市场的，更不强调福利的地方更差。
所以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右翼的，完全不顾平等分配的一个体制。那用秦晖的说法，秦晖就是他发明了低人权优势的这个思想家。他说中国是实行负福利制度。也就是说，福利制度就是这一种再分配，给这个有钱的人、最有钱的人，就是征税啊，向他们征更多的税，然后呢进行更多的就是对穷人、对低收入人的倾斜，包括那这种福利制度就是比如说给民众的健康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那这是要从富人的这个财富那里边更多的征税，而在中国恰恰相反啊，它不是福利制度，而是一个反向福利、负福利制度。也就是说，穷人低收入阶层他们负担的这种就是福利负担更多而这个权贵阶层富人他们这个负担的比例更小，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在中国的这样一个体制下去避税，去少交税，然后呢，他们享受更多的福利。那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共这些权贵阶层，他们有极高的这个福利待遇，然后他们可以避税，他们可以享受特供等等。那这是中国的负福利制度。嗯，所以我觉得，无论习近平或者是中共，他的这个宣传说了多少共同富裕，那在现实上，他都是和这个背道而驰的。他要实现的首要的目标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共同富裕，并不是促进社会的平等，而是要维持他的这个统治，而维持他的这种政治垄断，就必须要让这些权贵阶层满意，不能够动他们的奶酪。那还有一个问题问到的是中国的贫穷问题。他问中国的贫穷问题核心是共产党产生的治理问题呢，还是因为贪腐问题？那对，所以想请您谈一下，就是对中国的这个贫穷问题，如何看待当然贪腐其实也是治理的一个问题，所以中国的这样一个贫穷问题，或者是贫富悬殊的问题，它的根源是什么呢？So 我可能不完全了解这个问题的意思，但是我可以说几句。一句是说，20大之前，政府宣布他们已经解决了贫困问题，没有，现在没有人活在那个贫困线之下。这个我们可以怀疑，也可以相信。我自己比较偏于相信，就是因为政府有那么多的权利，他们可以，而且这个贫困线那么低，你可以就是说用各种各样的强迫的办法，这个行政的办法，暂时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活在贫困线以上的人还是非常穷，所以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这个理由，就是说各个落后的农村或者山区的地方很难发展，但是总的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快，所谓的经济奇迹，当然会让绝对大多数的人不再很穷。这个我们而且滕彪已经说了，我们已经承认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那么贪腐的问题、腐败的问题，我要提出一个，我在回答你的问题的话，我提出我自己的问题，就是说，
西的反腐运动到什么程度解决了共产党里面的腐败问题？一个权力非常集中，只有一个执政党，所有的权力或者在中央，或者在省，或者在地方上，只有一个政党有所有的权利的话的这么一个制度，会产生很多腐败。这个应该是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同样的一个集中权力的政党，能不能用他的集中的权力去解决他这个体制所产生的腐败？I mean, I'm not sure. 我是不是说清楚？因为我说的是比较抽象，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可能因为习近平有那么多的权利，他没有必要跟别的政治派系讨价还价，可能他可以，差不多解决这个党内的腐败问题。我自己比较认为，他把腐败的行为压得很低，现在所谓的不敢，what is it called？不敢想，不敢做腐败，这种精神，现在就是说，下面的当官的很怕，很怕我如果做腐败、贪腐等，我会受到处分，所以好像这个腐败问题大部分的已经取消。这个我们也许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讨论腐败问题，这是也有点复杂。嗯，那在中国有句话说，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我刚才 slide 里面有这改革，亡党不改革亡国，有这样的意思，就是什么叫反腐亡党呢？也就我的理解就是，这个中共的官员几乎全都腐败。如果按照法律，按照中国的刑法，关于贪污受贿的这些规定，把这个只要是腐败的官员全抓起来，那共产党官员，政府官员基本上都要在监狱里，可能90%以上的人都99%以上的人都要在监狱里，所以这就是一个反腐的悖论。那从体制上，它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遏制腐败的一个体制，所以这是那当然过去习近平上台之后的这个反腐力度是非常大的，我们要承认。但是呢，可能有上百万的官员被处理，但是这个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个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需要。它和制度化的反腐建立一个遏制腐败、防止腐败的一个体制没有关系。我们时间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啊，感谢李安友教授，感谢大家，下周见。